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讲一期6岁女孩和她姨丈的案件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巴百顿。1998年6月7号，6岁女孩布鲁克·苏顿从卧室醒来，她一边下床一边喊着奶奶。来到客厅，苏顿却发现奶奶朱蒂躺在地上，身上呢还有很多红色的印记。她不停喊奶奶起来，可奶奶依旧一动不动。着急的苏顿跑出门外，来到隔壁邻居求助，说自己怎么也叫不醒奶奶。看着苏顿身上的血迹，邻居阿姨大吃一惊，她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情。在半个多小时后，她开车载着苏顿来到1里外孩子父母的住所。那一看到爸爸后，苏顿就说道：爸爸，奶奶身上流了好多血，躺在地上怎么叫都叫不醒。他看到女儿身上的血迹，苏顿的爸爸大卫错愕不已，反应过来后，他让妻子在家照看女儿，并且致电医院。然后呢，自己就和邻居赶回了孩子外婆的住所。一路上，大卫不停地想着，孩子的外婆应该只是受了轻伤，自己刚好学过护理学，所以问题应该不大。可来到岳母身边，他才知道事情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。58岁的岳母躺在客厅地上，全身是血，手上呢也没有了脉搏，身体也出现了僵硬。大卫把岳母和苏顿送到了医院，经过医生的确认，岳母朱蒂不治身亡，而6岁的苏顿身体也受了伤，他的脸上有道很深的淤伤，手臂和双腿也有不同程度的伤痕。苏顿告诉护士姐姐，自己脸上被人打了一拳，然后就睡着了。醒来之后就发现奶奶躺在地上，他出于慎重起见，医生就详细检查了她的身体，却发现她的肛门惨遭侵犯。而父亲询问是谁做的，女儿就回答说是姨丈克莱恩斯，也就是母亲妹妹的丈夫。她女儿说，姨丈一走进房屋后就抓住了外婆，他不管外婆叫得多大声，姨丈都不肯停手。那听到这话，大卫和妻子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妹夫克莱恩斯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获得苏顿的口供后，警方马上来到克莱恩斯的住所，距离案发地40里。当时克莱恩斯和妻子梅琳达刚好在家，他听到门外的警笛声，梅琳达朝窗外看了出去，结果就发现一群警察向自己家大步走来，身上呢还全副武装。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，丈夫克莱恩斯就被戴上了手铐。梅琳达一脸茫然，为什么抓走我的丈夫？警员告诉她，这位女士，我们接到报警，您丈夫涉嫌谋杀朱蒂女士，也就是您的母亲。她听到这话，梅琳达感觉晴天霹雳，母亲遇害，丈夫被捕。她试图保持冷静，可脑子里呢却是一片空白。那老人在家中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开后就在社区里引起了热议。他因为此前从来就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那一时之间夜不闭户，就变成了大门紧闭。根据苏顿外婆的尸检结果，警方就认为她是在半夜2点到5点间遇害，身上多个组织遭到了钝器的击打，下半身还遭到了侵犯。而在死者住所，警方就发现许多地方都有血迹，墙壁、天花板、厨房、卧室，到最后死者所在的客厅。那不难看出，死者当时做出了强烈的抵抗，可依旧不敌凶手。那根据目击者苏顿的证词，探员搜查了嫌犯克莱恩斯的住所，那果然在他家中，警方找到了一条牛仔裤，上面有红色的印记，这直接加重了探员对他的怀疑。审问中，克莱恩斯交代了案发当天的行踪。他说自己当天在园区工作，晚上后直接回到家中，在自己房间里喝了点酒，喝着喝着觉得没意思，就开车到附近的酒吧续杯。到了酒吧时大概是晚上11点左右，而克莱恩斯的妻子表示自己当晚也去了酒吧，并且看到丈夫在喝闷酒，跟丈夫大吵了一架之后，自己就先回到了家中，原因是家里的孩子身体不舒服，需要有人照看。而听到这里，
探员觉得有点奇怪，克莱恩斯是怎么当父亲的？那明明孩子身体不舒服，还半夜跑到外面喝酒，而最荒唐的是这家伙居然连续换了几个酒吧喝，直到凌晨2点半才回家。那为了验证两人是否在撒谎，探员找到了当天和克莱恩斯一起喝酒的朋友。朋友表示，当晚克莱恩斯很失落，一直在喝闷酒，连隔壁漂亮的小姐姐都不看一眼。他说自己的婚姻很失败，遇到了错误的另一半，很想摆脱这份痛苦，但家里的孩子却让他无法离开。而另外一边，妻子承认了丈夫的说法，两人的关系确实不太好，案发时呢正在闹冷战。而当晚半夜2点半，丈夫回来后直接就回到了他卧室睡觉，直到第二天就看到你们带走了他。交谈中，警方了解到克莱恩斯和岳母朱蒂的关系呢其实一直都不太好。一方面呢是岳母觉得这位女婿前途茫茫，还整天喝酒，而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女婿认为岳母为人小气势利，喜欢多管闲事。而充足的作案动机、可疑的衣服血迹，让警方认为嫌犯克莱恩斯就是凶手，一个残忍侵犯自己58岁岳母和6岁侄女的混蛋。法庭之上，警方推测了案发经过。克莱恩斯在酒吧和妻子吵完架后，到其他酒吧继续喝酒，半夜2点半时回到住所。等到妻子梅琳达入睡后，他顺走了家中岳母住所的房门钥匙，然后开车来到岳母家作案。那听着检方这番说辞，克莱恩斯满脸怒气，怒目圆睁地看着检方律师，好像恨不得用东西堵住他的嘴。而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，克莱恩斯都完全具备了。而最重要的是苏顿的证词，那杀伤力不是一般的小。法庭上，检方律师询问苏顿那晚看到了什么。苏顿说自己当天听到有人在大声吵闹，然后自己下床走出卧室，就看到了客厅有一个男人。而检方律师询问苏顿，那你看到谁了呢？这个人在法庭里吗？那苏顿举起小手，直接指向了克里恩斯，然后说道，是我姨丈克里恩斯杀了外婆。那看着侄女指向自己的丈夫，梅琳达怎么也无法接受。丈夫呢，虽然有时候很混蛋，但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辩护律师反问苏顿，当晚房屋光线这么黑，你确定你看到的人是姨丈吗？你会不会看错了？但苏顿一口咬定自己看到的人就是姨丈。为了反驳检方，克莱恩斯的辩护律师指出，死者朱蒂和苏顿两人身上的 DNA 都被证实与克莱恩斯不相符，而死者朱蒂身上也存在其他人的毛发，而我当事人住所内外也没有发现作案工具，只找到了一条以前就有血迹的裤子，而这个血迹被证实是我当事人自己的，那所以凶手不可能是克莱恩斯。那一边是充足的辩护证据，一边是简明扼要的人证，而陪审团呢，最终还是站在了苏顿这边。在经过14个小时的商议后，克莱恩斯被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，判处无期监禁，55年内不得申请假释。克莱恩斯被判入狱后，他的妻子梅琳达几次找到姐姐，试图寻找更多证据，可姐姐一家人根本就不给他机会。那姐妹俩呢，更是因此直接闹翻了脸。案发3年后，梅琳达找了个私家侦探。侦探发现，警方在侦办该案时确实遗漏了很多细节，而现场很多物证都没有仔细化验。他们请求法院下令重新进行 DNA 检验，却被直接拒绝。而失望的他们呢，只能自己动手。在母亲住所的院子周围，他们找到了一只猫的残骸，上面还有一把细心夹，就是一种常见的木工工具。那梅琳达这才想起，此前母亲家里养过一只猫，案发后呢就不见了。而更巧的是，侄女脸上的伤痕刚好就匹配这把细心夹。那如此重要的案发凶器，当时警方居然没有找到。而丈夫被捕入狱后，梅琳达是又当爹又当妈，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拼命学习，经常翻看各种法医书籍以及刑侦节目。就像小渊我这档节目，那虽然说不算是严肃的科普，但至少呢还是能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。那梅琳达非常坚信罗卡定律，那凶手只要有作案，那他就一定会留下犯罪的证据。
那为了找出凶手，他罗列了一份名单，上面是母亲认识的人，然后梳理这些人是否与母亲有矛盾，最后把人数缩小到了12个。他利用从书上和电视学来的知识，他有意无意接近名单上的人，偷偷从他们身上采集 DNA 样本。可以说那段时间，手套、镊子还有样本袋，那是梅琳达每次出门必备的东西。那不但如此，梅琳达呢，甚至还主动跑到了男性俱乐部，在里面充当脱衣女郎，以此从目标对象头上拔下头发。那材料是收集了一大堆，可有个问题，梅琳达没有能力鉴定它们，也没有设备进行分析。那要知道 DNA 检测费用并不便宜，那更何况单单是丈夫的律师费就已经让她破产了。那算上家里2个嗷嗷待哺的儿子，梅琳达几个月的努力，却因为贫穷只等来绝望2个字。那事实证明，没钱真的是件痛苦的事情。那侦探就建议梅琳达，眼下最好的办法呢，是去找你姐姐，因为你侄女作为目击证人，那肯定还知道更多线索。而在侦探的鼓舞下，梅琳达就带着几个月收集来的证据，大胆地按下了门铃。那其实早在2个人见面前，私家侦探呢就登门拜访了梅琳达她姐姐，跟她说的这几个月来的调查收获。打开门后，当姐姐看到充满期待的梅琳达时，姐姐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给了她一个深深的拥抱。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，2个人虽然没有一句交流，可却有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觉。而为了姐姐这个拥抱，梅琳达是足足等待了3年半。在做了一系列的铺垫后，侦探开始询问苏顿当年的事情，结果苏顿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。苏顿说，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肯定那个人就是姨丈，因为那家伙眼睛的颜色不是蓝色，而姨丈的眼睛是蓝色。可那个西装阿姨不停跟我说，你是正确的，应该坚持自己的说法。而案发4年后的2002年，10岁的苏顿呢，就撤销了自己原来的口供，而检方对他姨丈克莱恩斯的指控也随即被法院驳回。在妻子的上诉下，法院重审了该案，结果检方认为苏顿是受家人强迫才改变了自己的口供，所以克莱恩斯依旧只能被关在牢里。那其实这起案子，当时无论是警方还是法官，他们都不希望原来的审判被推翻，因为一旦被推翻，那警方办案调查不到位，法院无视证据审判的事情，肯定就会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。那到时候丢的可不仅仅是面子，说不定乌纱帽也得丢。而对于梅琳达来说，这次突然的变故，在割裂她家庭团圆的同时，也挽救了她的婚姻。而每次在监狱里和丈夫通话的时候，克莱恩斯总是无比矛盾。他很想劝妻子放弃，但又很想鼓励妻子。他不想看到妻子过得这么辛苦，却又很想能够留在孩子身边，重新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那没有豪华律师团，也没有舆论的力量，梅琳达要怎么靠一己之力对抗俄亥俄州的司法体系，证明自己丈夫的清白呢？这个问题梅琳达是想了一遍又一遍。她收集了美国很多类似被冤枉的案件，她学习别人是如何反败为胜的。那最后，梅琳达通过媒体报刊募集到了4万多美元，以此作为 DNA 检测的经费。那逐渐的，一个男人引起了梅琳达的注意，他是母亲一位名叫莱亚的邻居。之前自己和母亲在酒吧喝酒时，莱亚曾主动上前请他们俩喝酒，而梅琳达觉得有点受宠若惊。哎呀，是我长得太突出了吗？那果然，事实证明，梅琳达想多了。莱亚对自己根本就没意思，莱亚喜欢的人是坐在自己旁边的母亲，这可把梅琳达弄得措手不及，一脸懵逼。那看穿莱亚的心思后，梅琳达的母亲就直接拒绝了他。小伙子我这年纪都可以当你妈了，你还是去摘新鲜的玫瑰吧，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那听到这话后，莱亚才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座位。而更巧的是，莱亚的身材和面貌与自己丈夫非常接近，而且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经常带着一根木杆在身上。那周围人还告诉梅琳达，你母亲遇害的那几天莱亚的脸上刚好就有被抓伤的痕迹。而这番调查呢，
就让梅琳达看到了希望。她希望警方能够马上逮捕莱亚。而莱亚获悉这件事情后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就主动到警局完成了 DNA 采集。而另外一边，梅琳达呢也找到了一位律师，让其出面要求警方用最新的技术再次检测当年的案发证物。可几天后的检测结果让他再次陷入了失望。案发证物和莱亚两者的 DNA 完全不匹配，这说明他不是凶手。但同时实验结果也显示，案发证物的 DNA 不属于克莱恩斯，这说明克莱恩斯大概率也不是凶手。那所以克莱恩斯就能被无罪释放吗？那按照外人来看，那是当然，毕竟 DNA 都不匹配嘛。可是萨米特县法院呢并没有放人，相反在2005年时还拒绝了梅琳达重审案件的要求。而对于萨米特县法院的态度，媒体也进行了报道。可任凭你怎么报道，法院呢就是不为所动，甚至还委婉地讽刺梅琳达是个疯女人。从1998年丈夫入狱到2005年重审要求被拒，这7年的时间里，梅琳达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人生，刚看到希望便又掉进失望。那直到后来某天，她在阿克伦灯塔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，这则新闻报道了儿童强奸犯曼恩被定罪的消息。好巧不巧，曼恩的女友就是母亲的邻居托尼尔。那天把侄女送回家的人正是这个托尼尔。根据侄女的说法，当天自己叫不醒外婆后，直接就来到了邻居求助。而这个邻居呢，就是托尼尔阿姨。侄女请求她带自己回妈妈家，可奇怪的是，看到浑身是血的侄女，托尼尔不但没有追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也没有立即报警求助，甚至还关上大门，直接把侄女晾在门口，让其等待了半个多小时。那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的反应。那考虑到曼恩这位邻居既有暴力前科，又是个儿童强奸犯，所以梅琳达觉得必须查一下这个人。可当梅琳达反应过来时，曼恩已经被关押入狱。要怎么取得他的 DNA 呢？要直接找警察帮忙吗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自己手上的都没有证据，那只凭一张报纸就想让警方跑腿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而这时梅琳达就想起了之前看过的刑侦节目，她决定照猫画虎试验一次。那为了获得曼恩的 DNA， 梅琳达就假装自己是个变态的女粉丝，非常崇拜曼恩的行为，然后写信给他，希望能够寄点钱给他。那虽然越写越恶心，但想着这或许是能够救丈夫的最后一次机会，而梅琳达还是坚持写了下去。而每次写信给曼恩时，梅琳达还会特地附上回邮信封，让曼恩只需要用口水粘合后就可以回信。那虽然梅琳达前前后后写了10多封信，可曼恩呢一次都没有上当。那这家伙虽然坏，但却一点都不傻，这可把梅琳达急得想骂人。那也许是梅琳达的坚持打动了上帝，所以上帝呢就悄悄派了一个幸运女神来到她身边。在后来追踪曼恩的去向时，梅琳达惊讶地发现这家伙被转移到了其他监狱服刑。而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个监狱刚好就是丈夫所在的监狱，而这个概率可以说是非常之小。妻子在外面努力的同时，丈夫克莱恩斯也开始在监狱里发力，而每次放风时，他都会悄悄潜伏在曼恩附近。那有一次看到曼恩在丢弃烟头后，他就趁机上前偷偷捡了起来。而好巧不巧，就在克莱恩斯捡了烟头后的第2天，曼恩呢就因为攻击狱友被转移到了其他监狱。到了2005年， DNA 技术呢已经越发成熟，比如说 YSTR 技术。那利用这项技术实验人员呢就成功从烟头上提取到了曼恩的 DNA， 它与1998年犯罪现场取得的 DNA 样本完全匹配。那拿着检测报告，梅琳达呢就立即找到了县里的检察官，可检察官却认为这项技术呢是在2002年才出现的，可靠性呢还是有待商榷。那为了说服检察官，实验人员呢又做了另外一个辅助实验，那结果表明曼恩就是凶手，而这个实验出错的概率呢只有1900万分之一。
根据梅琳达的了解，此前侄女呢会经常跑去曼恩家和曼恩的女儿一起玩耍。那看到稚嫩的侄女后，曼恩的恋童癖就犯了，而在半夜呢就偷偷溜到母亲家中。刚好那天晚上，母亲的助手没有锁门，给了他作案的机会。而在 DNA 结果曝光后，当地的民众呢就上街游行，强烈要求当局释放无辜的克莱恩斯。那俄亥俄州总检察长也加入了阵营。在媒体发布会上，他指出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份 DNA 证据，那我相信克莱恩斯先生不会含冤入狱，那凶手更不会在外逍遥如此多年。而这位检察长呢，也是该州第一个以总检察长的身份公开协助被起诉的杀人强奸犯。那看到上司亲自出面支持梅琳达后，萨米特县的检察官呢不得不服软。2005年12月15号，就在上司召开第二次记者会的前几分钟，萨米特县的检察官呢紧急释放了克莱恩斯。在2008年8月，当地法庭呢就判处了真凶曼恩无期监禁。那同时也赔偿了克莱恩斯107万美元，以弥补他和他家人这7年来受到的伤害。而至于当年参与案件调查的4位警员，巴百顿市政府呢也同意以525万美元的代价和克莱恩斯家人达成和解。那姨丈克莱恩斯杀了外婆，6岁侄女的一句话让姨丈含冤入狱7年。那女孩的确是错了，但最大的错是那天半夜走进他外婆家的男人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